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认识的深圳女白领小芳的故事。她通过我的红娘服务认识了台湾的阿伟，然后远嫁台湾，在那边生活了几年后，对两岸的差异有了深刻的体会。尤其是有一次她在台湾街头偶遇警察执法的场景，真的是让她目瞪口呆，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小芳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月薪2万多，在深圳也算是小有成就的白领了。但是工作压力大，加班多，感情也一直不顺利。30岁那年，经过我的牵线，认识了在台湾台中经营一家精品咖啡馆的阿伟。两人一见钟情，网恋了半年后，阿伟特地飞到深圳来见小芳。两人从西丽湖一直逛到东门老街，聊得火热。阿伟温文尔雅的气质和对生活的热情打动了小芳，而小芳的独立自主和聪明才智也深深吸引了阿伟。丽姐，我觉得他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小芳当时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其实我当时也有点担心，毕竟是远嫁台湾，两岸还是有不少文化差异的。但是看到小芳那么开心，我也就支持她的决定了。何况阿伟家境不错，为人也很靠谱，我作为红娘也是经过严格筛选才推荐的。就这样，相识1年后，小芳和阿伟在台中举行了婚礼。婚后，小芳辞去了深圳的工作，来到台中和阿伟一起经营咖啡馆。刚开始的日子确实美好，但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小芳曾经跟我抱怨说，丽姐，这边的生活节奏太慢了，办个事情磨磨蹭蹭的，效率太低了。而阿伟则觉得小芳太急躁，你们大陆人做事情总是求快不求精，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两人感情基础牢固，这些小摩擦都顺利解决了。随着时间推移，小芳也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节奏，开始享受这种慢生活的美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彻底颠覆了小芳对台湾的认知，也让她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前对台湾的一些偏见。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小芳开车去台中市区办事儿，当时天气非常热，小芳把车停在路边，想着就进去一下子，很快就出来，就没有投币停车。结果办事的时间比预想的长，等她出来时，发现一位警察正在她的车前记录什么。小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违停被抓了。在大陆的时候，这种情况她也遇到过，一般都是打个招呼，塞个红包就解决了。小芳快步走过去，礼貌地打招呼，警察先生，不好意思，我就是进去办个事情，马上就出来了。那位警察抬起头，态度很温和地说，小姐，你这边没有投币停车，已经违规了，我需要开一张罚单给你。小芳心想，这不是和大陆一样吗？开始委婉地暗示，警察先生，我是新来的，不太了解这边的规矩，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下次一定注意。警察微笑着摇摇头，规则就是规则，无论是谁都要遵守。这是罚单，你可以在7天内缴纳。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咨询或申诉。小芳有点懵了，这和她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在大陆，这种情况一般都有回旋的余地，但这位警察却公事公办，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决。更让小芳惊讶的是，旁边有几个路人经过，对警察点头示意，警察也微笑回应。整个执法过程公开透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的空间。小芳拿着罚单，心情复杂地回到了家。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阿伟，阿伟却一脸不解，不然呢？违规了当然要罚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但是在大陆，这种小事情一般都可以商量一下的啊。小芳说。阿伟笑了，这就是台湾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警察叔叔从小就教我们要遵纪守法，不然社会怎么维持秩序呢？就是这件小事，让小芳开始重新认识台湾。她发现台湾社会的法治观念非常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执法人员，都对规则有着天然的尊重。几天后，小芳去缴纳罚款，她本以为会是一个麻烦的过程，
没想到整个流程非常便捷，他通过便利商店就能轻松缴纳，系统立即显示缴纳成功。这种高效的公共服务体验又一次刷新了小芳的认知。要是在大陆，可能要跑好几个部门，填各种表格，还要担心是不是会被刁难。小芳感叹道。这个经历让小芳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她发现了许多以前被自己忽略的细节。比如，台湾的公共设施虽然看起来不像大陆那么崭新光鲜，但使用起来却非常人性化。公交车会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降低踏板，司机会耐心等待他们坐稳才开车。公共厕所即使在偏远地区也基本保持干净整洁，还配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这些细节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小芳在给我的微信里这样感慨。还有一次，小芳在台中一家小吃店用餐，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店里。等她急匆匆赶回去时，店员已经把手机仔细保管起来了，还检查了手机有没有摔坏。小芳想给店员一点小费表示感谢，却被婉拒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了。店员笑着说。这让小芳想起在深圳时，自己的同事曾经在出租车上落了新买的手机，结果再也没找回来。虽然这种事情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小芳感受到的是台湾社会中那种普遍存在的诚信和互助精神。丽姐，你知道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总觉得这里比不上深圳那么现代化、国际化，但现在我明白了，发达不只是看高楼大厦和光鲜的外表，而是看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小芳在视频通话中眼睛闪闪发亮地告诉我。阿伟听到后在一旁补充道，其实台湾的经济实力也不弱啊，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领先，精密制造业也很发达。虽然没有那么多超级高楼，但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确实如此，虽然台湾的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一些大省，但人均 GDP 和生活质量却是相当可观的。台湾的医疗保险系统全民覆盖，即使是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分配也相对均衡，不像大陆那样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一线城市。小芳告诉我，她以前一直认为台湾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来了才发现完全是误解。台湾的科技产业非常发达，不仅有闻名全球的台积电，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企业。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多超级 App 和移动支付那么普及，但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都相当高。比如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社区图书馆，看起来不起眼，但里面的设备和藏书量都让我惊讶。任何居民都可以免费借阅和使用那里的设施，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这在大陆可能只有一线城市的高档社区才有。小芳说，不过小芳也坦言，台湾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住房价格高企，年轻人买房压力很大，就业机会相对有限，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政治氛围有时过于浓厚，社会议题常常被过度政治化等等。没有哪个社会是完美的，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阿伟常这样告诉小芳。有一次，小芳和阿伟去台北参加一个咖啡展览，在捷运上，小芳无意中听到旁边两位年轻人在讨论政治话题，观点截然不同，但讨论的氛围却很平和，没有恶言相向。在大陆，政治话题几乎是禁区，更别说公开讨论了。而在台湾，不同政见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吧。小芳感慨道。阿伟笑着说，但有时候也会吵得很凶了，尤其是选举的时候，家庭聚会都变成辩论会了。小芳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注意到大陆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往往过于片面，比如总是强调台湾的经济困境，却很少提及台湾在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成就，总是报道台湾的负面新闻，却很少介绍台湾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市民素质。其实两岸民众有太多误解了。小芳叹息道，大陆人觉得台湾又穷又落后，台湾人觉得大陆人素质低没文化，这些偏见对谁都没好处。而那次警察执法的经历成为小芳认识台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开始理解，台湾社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上。丽姐，你知道吗？这边的警察执法真的很不一样。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醉酒的人在街上大声喧哗，2名警察过来处理，不是粗暴地把人拖走，而是先安抚情绪，然后耐心地询问家人联系方式，最后把人安全送回家。整个过程都是以帮助为主，而不是简单的维稳。小芳还告诉我一个更让她震惊的事情。有一次，她去参加台中市的一个公听会，讨论社区改建计划。会上有市民对政府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但官员们不仅没有不耐烦，反而认真记录，并承诺会考虑市民意见修改方案。在大陆，这种批评可能直接被过滤掉了，哪有官员这么耐心听民众挑刺的？小芳说，而且更神奇的是，后来那个方案真的按照市民的建议做了修改。这种参与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当家作主。阿伟听了笑着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政府本来就应该为民众服务啊。小芳摇摇头，你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很新鲜的体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让小芳对台湾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她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不是靠宣传和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建设和公民教育。丽姐，你知道吗？我发现台湾的媒体环境也很不一样。小芳有一次和我视频聊天时说道，这边的电视节目可以公开讨论政府政策的优缺点，各种声音都有表达的空间。新闻媒体会对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角度的报道和评论，让民众自己判断。小芳告诉我，刚开始她还不适应这种乱哄哄的媒体环境，觉得太嘈杂了。但久而久之，她发现这种多元声音的存在，反而让社会更加健康，民众的判断力也更强。而且这边的人对政治很敏感，从出租车司机到咖啡店老板，都能侃侃而谈对时政的看法。虽然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论结束后又能和和气气的一起吃饭，没有什么隔阂。小芳感慨道。阿伟在一旁笑着补充，这就是民主的可贵之处啊，意见不同不代表不能做朋友。小芳还观察到，台湾的消费环境也很有特色，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多高端奢华的购物中心，但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却非常到位。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收到后发现尺寸不合适，我就打电话给卖家，他二话不说就同意退换，还主动提出免运费。这种诚信经营的态度让我很感动。小芳说，除了这些社会环境的差异，小芳也发现台湾的工作理念和大陆有很大不同。在大陆，加班加点、拼命工作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台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受重视。刚来的时候，我还保持着在深圳的工作节奏，结果阿伟老是说我太拼命了。现在我也慢慢适应了这边的节奏，学会享受生活，反而觉得工作效率更高了。小芳笑着说，阿伟咖啡店的员工也让小芳刮目相看，他们大多数是兼职的大学生，工作认真负责，主动性很强，即使老板不在，也会把店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大陆，老板不在，员工就偷懒是很常见的事情，但这里的年轻人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即使是临时工作也会认真对待。小芳说，当然，小芳也遇到了一些文化适应上的挑战，比如台湾人习惯用您请坐、您先请这样比较礼貌的说法，而大陆人则更直接一些。刚开始，小芳觉得台湾人说话太过客气，显得疏远，而台湾人则可能觉得小芳说话太直接，缺乏礼貌。但这些都是小事情啦，只要相互理解，都能克服的。小芳笑着说，通过小芳的亲身经历，我想告诉大家，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隔阂，而应该成为相互学习的机会。台湾社会在法治建设、公民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有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而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活力等方面也有令台湾羡慕的成就。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带阿伟回深圳看看，让他亲身体验一下大陆的发展变化。
小芳说，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应该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偏见。我不由得为小芳的成长感到欣慰。从一开始的文化震撼，到现在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两岸差异，小芳的视野和胸怀都开阔了许多。丽姐，最近我和阿伟计划在台中开一家融合两岸特色的创意餐厅呢。小芳兴奋地在视频里告诉我们想把大陆的创新思维和台湾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经营模式。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看来小芳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并开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从她亮晶晶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她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其实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那次警察执法的经历。小芳感慨道，如果不是那次事件，我可能还会带着偏见看这个社会。那次经历像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认识台湾的大门。小芳告诉我，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她对两岸社会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在教育方面，台湾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有一次我去参观阿伟侄子的小学，看到孩子们在上生活教育课，老师居然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做便当，男生女生都要学，目的是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小芳说，这在大陆简直不可想象，家长们只会担心这样浪费学习时间。台湾的环保意识也给小芳留下了深刻印象。垃圾分类不是简单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而是细分为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等多个类别，居民也都能自觉遵守。最神奇的是，这边的垃圾车有固定的时间路线，还会播放音乐提醒居民，大家听到音乐就会拎着垃圾下楼扔。第一次看到这场景，我还以为是在看电影呢。小芳笑着说，阿伟在一旁补充道，我们台湾的垃圾分类可是全球闻名的，以前来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都会被我们的垃圾分类系统震惊，但现在大陆的一些城市在环保方面也进步很快啊。小芳立刻为家乡辩护，深圳的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推广都走在世界前列呢。看着他们俩为各自家乡的优点争论，我心里暗暗高兴。这种良性的交流和相互欣赏，正是两岸民众应有的相处之道。小芳还提到了台湾的社区营造文化，在台中，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活动和社区组织，居民参与度非常高。社区里的老人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总有各种活动可以参加，年轻人也能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我们小区每个月都会举办社区共餐，大家带着自己做的菜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多尴尬啊！但参加几次后发现，这其实是增进邻里感情的好方式。小芳说，阿伟笑着说，你看，这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儿啊！虽然现代化了，但我们没有丢掉传统的邻里关系。小芳点点头，确实，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很多传统的邻里关系都被打破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可能几年都不认识。不过小芳也坦言，台湾社会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小确幸心态普遍，有时缺乏冲劲和闯劲，政治氛围过于浓厚，社会资源有时会被政治因素所影响，产业升级速度较慢，创新动力不足等等。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关键是能否正视问题并努力改进。小芳说，我觉得大陆和台湾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听了小芳的分享，我感慨万千。作为一名红娘，我促成了无数对爱情，但像小芳和阿伟这样的跨海姻缘却不多见。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更是两岸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丽姐，谢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小芳真诚地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到你们幸福，我就满足了。我笑着回应，对了，丽姐，我和阿伟打算明年回深圳办一场婚宴，邀请大陆的亲友一起庆祝，到时候一定要请你当主宾。小芳说，那我一定准时赴约。我开心地答应了。丽姐，我现在特别想对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说几句话。小芳在最近一次视频通话中认真地对我说，远嫁台湾也好，嫁到大陆也罢，
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不要被刻板印象和偏见蒙蔽了眼睛，也不要人云亦云，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小芳的这番话让我感触很深。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见证了无数跨地区、跨文化的婚姻，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成功的婚姻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相互理解和尊重。最近我和阿伟的咖啡馆生意特别好，小芳骄傲地说，我们把大陆的创新元素和台湾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创造了很多新玩法，比如我们推出的两岸文化交流角，让台湾的年轻人可以了解大陆的发展变化，也让来自大陆的游客感受台湾的人情味。这让我想起了小芳刚去台湾时的不适应和误解。从最初的文化震撼，到现在能够融合两岸文化优势创业，小芳的成长令人欣慰。其实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小芳说，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解，但随着交流的增多，这些隔阂终将被打破。听着小芳充满希望的话语，我不禁为她和阿伟的未来感到高兴。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好姻缘，更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生动例证。丽姐，感谢你听我絮叨这么久。小芳笑着说，希望我的经历能给那些考虑远嫁的姐妹们一些参考。你的故事一定会鼓舞很多人的。我由衷地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芳和阿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只要真心相爱，愿意为对方付出，再远的距离也能变成幸福的起点。我是丽姐，下期再见。